大家好，又是我，旅行鸭子。前几期都介绍我和老婆的北欧度蜜月之旅，我们飞了卡塔尔航空经济舱，虽然不错，但现在接触了航空里程的我，会怎么选择到北欧呢？肯定比之前更好呀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、分享和按小铃铛哦，才不会错过任何的旅行攻略。订阅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现在的我已经累积航空里程2年了，我一定会选择用里程在商务舱票，因为也是在度蜜月吗？为什么不用在经济舱票呢？因为其实用在商务舱和头等舱的话，会比较物超所值。当然用在头等舱票的话是最值得的，但对我们来说，经济舱票就已经不错了。俗话说 YMNV， 看个人的选择哦。下一个问题是，我应该累积哪一个航空的里程？对飞行常旅客计划不熟悉的观众，航空为了吸引旅客多乘搭他们的航空，会给你航空里程，旅客能用这些里程来换免费的机票或者其他奖励。因为我是新加坡人，所以我们看看在新加坡最方便累积里程的2个常旅客计划，新航的 KrisFlyer 和国泰航空的 Asia-Miles。 比较这2个常旅客计划，以我对里程的估价， Asia-Miles 肯定是比较值得的，需要的里程比 KrisFlyer 少很多。等一下，其实有更好的途径。第一，阿拉斯加常旅客计划。第一次听说的观众，这是阿拉斯加航空的计划，虽然它多数的航班是在北美，但这不代表它的计划对我们没什么用处。虽然他们不飞北欧，但我们主要会利用他们与多个很好的伙伴航空，他们会定期销售里程，但我通常是在他们半价促销的时候购买他们的里程。我们主要关注2个伙伴航空。第一，国泰航空。你会说，为什么不用 Asia-Miles 呢？因为你可以用42500阿拉斯加里程换一个商务舱票，这肯定是物超所值的。虽然你需要从新加坡飞香港和在欧洲的机票，因为他们不直飞北欧，但就算是你可以多去欧洲多一个国家吧。芬兰航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从新加坡到北欧只需要6万阿拉斯加里程，况且你能免费停留赫尔辛基，同时去多一个北欧国家。另外一个免费途径需要多一定时间计划和累积里程，但你可以用 Asia-Miles 的寰宇一家 One World Multi-Carrier Chart。 国泰航空是寰宇一家的其中一员，所以你能利用这个里程表来飞任何一个同联盟的航空，因为他们采用总距离来计算需要里程，所以只要你在标图的距离带以内，你可以放最多的航班在同一个价格里。我觉得2个最好的里程带是第8和第9个，如果你会计划的话，你可以计划到3个来回旅程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，请在留言区留言，我可能以后会做一期视频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会加一个新加坡、多哈、北欧的卡塔尔航空航班，免费在多哈停留几天，这样你可以在同一个航班去多一个国家旅行哦。况且你能享受世界其中最好的经济舱 Cool Suites 到15个小时之久，这可是一个非常物超所值的换机票例子呀。当然，其实有更多好的常旅客计划来换商务舱机票，但那会是在过后的视频介绍吧。这变成了我的一个好玩的嗜好了呀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，如果想知道更多旅游攻略的话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哦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订阅和按小铃铛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